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上世纪90年代，这一次一定要抓到游戏时代的风口起飞。女主乐叶一下班，发现自己从2023年回到了1992年的霓虹了。她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，唯一对直播发出的最后留言就是看到这条消息的网友，请务必帮自己毁掉电脑记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呐。乐叶原本是一位美少女游戏的插画师，目前正在一家公司上班，目标是创造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美少女角色。然而计划很美好，现实很残忍。如今的美少女游戏被轻小说、手游和虚拟主播轮番蹂躏，根本卖不出去。所在的游戏公司也一落千丈，做不了全价游戏，只能做廉价游戏了。而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底层插画师，主画师天天被评论喷，已经被打击得提不起笔了。而自己明明是为了创造美少女的主角才来公司，信誓旦旦的来了，结果每天都是在给男角色的背影上色，现实就是一个垃圾游戏啊！下班的时候，主画师还在被打击中，乐叶已经冲出公司，拿到了自己预定的最新游戏。他美美的准备回去打游戏，路上还在给美少女画师点赞，结果突然刷到了公司玩家的反馈，说有魅力的美少女作品越来越少了。没办法，大时代下就是这样的。魔猿 FGO 大红大紫，但美少女游戏已经逐渐没落了。乐叶家中全都是美少女游戏，总有一天他要让自己的游戏摆满整个书柜。乐叶在 P 站上也是个挺有名的画师，不过这周的排名有所下降，他觉得自己画得很不错了，但下次要画得更好，所以当晚就开始爆肝。他的理想目标就是让自己创作的一个 OC 成为人气乐叶角。第二天，社长问他们看了策划没，乐叶鼓起勇气表示自己有一个比眼下方案更好的企划。开局就在战场战斗，他光是序章就讲了老半天，社长直接打断了乐叶。玩家愿意花钱买巨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做这种4500日元的催眠人机作品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。乐叶非常受打击，偏偏微波炉又坏了，他只能中午出去买食物，顺便吐槽社长没钱才做催眠人机作品，偏偏又比不赢那些竞品同行。想起社长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乐叶找到神社许愿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全家游戏的主插画师，能实现这个愿望，他就是开豪车住豪宅都可以啊。乐叶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一家二手游戏店，竟然有漏网之鱼，他火速进入并扫货，却发现美少女游戏竟然只卖1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5块。他不敢置信地摇了摇盒子，发现不是空盒，赶紧问看店的老婆婆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。老人家表示盒子有点脏了，但乐叶却知道这可是首发正版的绝品啊，卖这么便宜肯定会被买走盗版的。老人家好奇里面是什么内容，于是乐叶兴奋地给他讲述了这款游戏出自1999年，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，一直讲到了下午，只想告诉老人家这些被甩卖的游戏都非常值钱，请务必给他们一个好价格。老人说乐叶很爱游戏啊，乐叶这才发现时间过去很久了。乐叶之所以喜欢美少女游戏，是因为能在那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美少女身上看到坚强、勇敢、努力的生活态度。他觉得游戏中那样的美少女太耀眼了，他也有一个特别想制作成游戏的主角。老人家表示他虽然不懂游戏，但就冲乐叶对游戏的态度，他就觉得乐叶做的游戏一定会很好玩。乐叶顿时感动不已，公司没有一个人听他讲游戏，明明是游戏公司，却连怀揣梦想的人都没有。在他看来，没有梦想的人做出来的游戏也是无趣的，哪怕是催眠题材也无所谓。他想做的是有梦想的游戏。老人家问乐叶就没有想过辞职吗？乐叶说自己行动力不足，没有勇气，但是听了老人家的话后，他鼓足了勇气，问对方下次还可以来这里吗？奶奶表示当然可以，只要这里还开着店，就随时欢迎他。下班后，乐叶本打算再去店里看看，半路他还特意买了稠鱼烧想招待奶奶，结果刚到店门口就发现那里被搬空了，屋内只剩下了一个纸袋，奶奶还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，说感谢乐叶今天跟他聊了这么久。乐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要是一下午就搬完，这也太快了吧。打开纸袋一看，是今天中午聊的游戏。乐叶记得这个时期的美少女游戏百花齐放，可以说是黄金时期了。乐叶拿着游戏，看着外头的美少女广告牌，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碌碌无为下去。
结果不小心撕开了名为同级生的游戏，只见眼前爆发出金光，离开之前的快餐店，出门却发现整个秋叶原没了之前看到的游戏广告，连二次元都消失了。1992年的秋叶原还只是电器街，眼下正好是1992年的年末。此时一个专门制作美少女游戏的小团队正在爆肝制作，还出现了程序错误，程序员阿守口头禅 PBA 旁门左道，编程不学安能运行，还让他们珍惜一下电脑。妹子牙医子十分无奈，她已经在自学编程了，但眼下只能靠阿守帮忙。阿守叹气，决定下楼买杯咖啡回来继续干。他不明白美少女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，如果不是为了给父亲的公司帮忙，他才不想来。他决定这次的任务做完后就再也不做什么美少女游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被冲过来的乐叶撞倒，乐叶大惊失色，他上班的公司真的消失了。想起路人说的1992，看来自己真的穿越时空了。本来就老破旧的公司，现在直接变成了破败电器店。乐叶安慰自己，应该是不小心走错路了。结果被告知这里也是游戏工作室，目前正在制作的就是同级生。乐叶赶紧对阿守道歉，然后拔腿就跑。这个时候牙医子找了下来，问他外面是不是来人了。阿守表示不过是年末无家可归的可怜人。此时的乐叶非常崩溃，秋叶原变成老土的模样，公司也没了，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呀？乐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于是掉头又回到了原本公司的位置，并对着窗户扔了纸球。阿守听到声音觉得烦死了，打开窗一看，没想到竟然是乐叶。乐叶冻得直打哆嗦，希望阿守能帮帮他，还表明自己来自2023年，不知为何就穿越了。工作室的牙医子和另一个妹子相知，看他可怜巴巴，赶紧把乐叶叫了进去。乐叶表明自己是穿越者，结果阿守觉得他在胡言乱语，准备报警。乐叶没办法，肯定没人相信自己啊。他想起这里是游戏公司，于是立刻问他们是不是做美少女游戏，并表示自己的本职是插画师，别看他这样还是 P 站上有名的画师呢，并当即掏出平板准备给他们看自己的画。谁料到平板竟然也没电，无法开机。众人还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电器，相知性格比较腹黑，觉得这很有趣，正好他们也缺一个上色的人手。乐叶被带上楼，由阿守亲自指导他使用电脑上色。1992年的电脑和2023年可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都还是软驱，连固态硬盘是啥他们都不知道。乐叶还琢磨自己来自未来，掌握着未来潮流的画风，岂不是无敌了？结果打开电脑一看，连 PS 和数位板都没有，他以前画画全都是靠这个呀。可92年这时候大家用的都是鼠标上色，鼠绘好古老的回忆了。92年只能用多功能画图和鼠标上色，乐叶从来没试过。首先他们要把原画扫描到电脑上，而原画师就是牙医子，画得非常的好看。扫描原画也有独特的技巧，通过复印先把线条加深再扫描，这样电脑上的原画就会更加清晰。上色后的图片通过软盘来转移，让乐叶深深地感觉到了年代的差距。而作为未来人，看到前辈如此熟练，乐叶非常的受打击。不过很快他就注意到了上色风格的不同，明明系统只有16色，但因为牙医子他们的特殊上色技巧，使得画面颜色看起来非常丰富，其实就是像素风的上色。在未来大部分都是用来制作 Q 版像素风小人，没想到在古早时期还能这样用，乐叶大受打击，感觉自己技术根本用不上。没想到香织和牙医子纷纷抱着他安慰，乐叶第一次体验到这样正向反馈的职场，一时间非常兴奋，熬夜爆肝。阿守看在眼里，觉得很奇怪，早早的离开去上学了。第二天再过来，就发现乐叶终于画完一张画了，众人围着他夸奖，真不错。阿守怀疑乐叶真的有从业经验吗？之后乐叶还在思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不过他觉得要是没办法回去，现在留在这里做游戏也挺不错。阿守看着他独自发笑，觉得很奇怪。听说乐叶无家可归，阿守不太理解，做游戏真的有这么快乐吗？而香织和牙医子他们终于干完今天的工作，准备好好休息一晚。乐叶直接把被褥拖到了阿守旁边，因为这边比较暖和，也没有放杂物，几个妹子直接倒头就睡。乐叶问阿守今天不回去是打算连夜修 bug 吗？阿守表示他的系统不会有 bug， 自己做这个纯粹是因为兴趣爱好。乐叶问阿守为什么会在这里工作，是因为很喜欢美少女游戏吗？阿守摇头，他并非自愿来工作的，父亲让他过来帮忙，而他又恰巧从小就喜欢玩电脑，但是他准备这次之后就不做了。
乐业十分惊讶，他觉得阿守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游戏程序员。阿守表示，他可以去正常的公司，美少女游戏只不过是做不了普通游戏的人才会做的，这个根本就称不上是游戏。乐业表示，美少女游戏很好玩呀。阿守却一语道破天机，认为美少女游戏现在畅销是因为玩家图新鲜，迟早会卖不出去的。乐业却告诉阿守，他想错了，将来美少女会出现在各个地方，不仅是游戏，各行各业都有，到处都会出现美少女角色，而正是因为美少女游戏的流行，才会出现美少女角色。或许阿守说的没错，这家公司做不出正常的游戏，可大家做美少女游戏都是怀揣着梦想的，他觉得这样非常的棒，他很喜欢这家公司，也喜欢这里的其他人，所以邀请阿守一起来制作美少女游戏。阿守愣了一下，然后吐槽乐业脑袋果然不对劲，让他去医院看看。乐业泪流满面，太不雅萨西了。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游戏终于制作完成了，乐业跟着众人一起庆祝。社长私下问阿守，觉得乐业帮得上忙吗？阿守表示，乐业完全就是个初学者，有从业经验，应该是瞎编的。不过阿守觉得雇佣乐业也没关系，因为能对美少女游戏有那样高的憧憬的人也很少，他们的游戏勤经假日完工，幸亏乐业曾经也用鼠标画过画，不然还真不一定能帮上忙。乐业喝醉后还抱着阿守庆祝，结果被推开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，再睁眼他竟然出现在了之前的快餐店。乐业重新回到现代，结果又在做催眠人妻，他真的很厌烦给路人男背影上色了。回去后他立刻查找了勤经假日，发现这个游戏确实存在，可是他给之前的工作室打电话没人接听，而且游戏也没办法购买了。难不成那段经历是梦吗？乐业发现自己书柜上的一些游戏不见了，第二天他就跑去常去的游戏店，询问之前加入的那个游戏工作室的人名字。店长说他确实听说过这个工作室，但当年黄金时期保留下来的游戏公司已经屈指可数了，对方很有可能已经解散了，而且 DOS 游戏他们也不卖了，除非那个游戏是相当热门的游戏，其他的游戏店更是连工作室都没听说过。乐业一边觉得自己可能铲换了，一边又努力去找线索，想着能不能按原来的渠道走一次，或许这一次就能穿越成功。所以他又一次找到老板聊方案，然后遭到了反驳，微波炉坏掉，出去吃午餐，去神社完成祭拜。原本是要去找送游戏的奶奶，但是这家店已经关门了。乐业这才想起包里还装着奶奶给的游戏，刚拿出来就被狗给叼走了。乐业背着包赶紧追上狗子，狗子只好把游戏丢在草坪上，结果游戏盒被打开了，里头再次爆发出金光。乐业一睁眼被丢进了泳池里，刚爬进来就看到有人在做热身运动，一问才知道现在竟然是1996年了。乐业兴奋地跑到原本公司的位置，果然看见了在那里的工作室，但刚到楼下就被杂志给砸了。阿守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表示自己不干了。他似乎认出了乐业，但什么都没说就跑了。乐业看到牙医子和香织，十分高兴地扑了过去，两人很惊讶，乐业竟然又回来了。因为乐业自称是穿越者，上次失踪的时候连钱都没拿。乐业说自己找不到回来的办法，众人以为他迷路了4年，很是惊讶。没想到乐业上来就表示希望能在这里继续制作游戏。在他看来，自己不过才离开了1周，但在其他人看来，他已经走了4年了，而且眼下和当年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刚出了一个名为 Windows 的系统，已经不是他们制作的98版了，就连上色方法也不一样了。没想到乐业举手就说自己很熟 Windows 啊，他每天都在用 Win10来着，看来时代终于追上自己了。他掏出平板准备给大家展示自己的画，结果发现平板又开不了机了，看来是刚才掉进泳池进水了。社长觉得还是先把乐业送走比较好，香织却拜托乐业先把阿守找回来。原来眼下他们工作室停摆了，阿守说不愿意做 Windows 版的游戏，因为他只想用98版的电脑，而不巧阿守是他们这里唯一的程序员，没有阿守他们的游戏就没法进行下去。乐业感觉自己一直在打杂，但如果没有阿守就没法做游戏，那他一定会把阿守带回来。在社长看来，乐业就是一个危险分子。香织实在无法抵过乐业的热情，他们也很好奇乐业这4年究竟在干嘛。乐业到处找阿守，热得够呛，还想起之前打听的消息，有店员似乎听说过这个工作室，莫非是阿守不想做 Windows 版游戏，所以工作室才解散
蛋了。乐业在秋叶原找了半天，先发现了一家游戏店，里面正在发售横 Kiss Your Auto 和 Pia Carrot。乐业记得这2款游戏，因为回去后他就狂翻了旧美少女游戏的资料，目前可以说是黄油小博士了。就在乐业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发现路边有一个戴眼镜文雅的女孩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问他是不是也买过美少女游戏，可不可以陪自己一起去买游戏。妹子之所以找乐业，是感觉他好像习惯买这种游戏了。他现在已经成年，可以买色色的美少女游戏，但是他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如果是在未来，完全可以通过网购解决，但目前没有网购选项。乐业本来着急要去找阿手，可是面对女生想玩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乐业还是决定陪她去店内，同时也知道了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冬叶。2个女生走到店内后，周围的阿宅们有些不好意思，乐业感觉冬叶紧张的瑟瑟发抖，觉得这简直就是福利局。他成功帮冬叶买到了游戏，看到冬叶这么开心，他也放松了许多。冬叶问他会经常来秋叶原吗？乐业也不太确定，不过他现在要着急去找阿手。乐业感觉冬叶真可爱，不过这个时代的女生很少去那种游戏店。此时他在路边的电脑店发现了阿手，对方刚走进一家电脑店，他感慨这孩子长大了，毕竟上次见面对方才15岁，自己时隔4年再次出现，阿手应该已经19岁了。这样一看，他都和自己同龄了。阿手对于98版的电脑十分温柔，他认出了乐业，但是却不想搭理他，因为他一开始觉得乐业很有热情，没想到乐业却消失不见了，这让他感觉非常的失望。此时牙医子还在和香织聊乐业能不能带回阿手，现在游戏没法继续，有人商量着能不能雇佣新的员工，毕竟他们不能一直依赖店长的孩子。但牙医子相信乐业一定能够把阿手带回来。此时乐业确实在对阿手死缠烂打，他表示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，所以想尽可能的把游戏做好。阿手却说自己才不要为了乐业做游戏。对乐业而言，不管是98版的电脑还是 Windows 版的电脑都一样。气得阿手立刻掏出主机问乐业认不认识接口，并表示现在是一个不懂电脑的人都会买电脑的时代，而且这种人竟然还在制作游戏，他觉得这也太不公平了。阿手是一个超级98版电脑控，认为程序就是和电脑对话的语言，但是 Windows 的出现让他无法直接和98版电脑对话，他觉得这玩意儿太多管闲事了。没想到乐业却夸他这样很棒，因为在乐业的公司一点热情氛围都没有，所以他才欣赏阿手这种会为自己爱好表达情绪的人。这也是他着急想回来的原因，就是想在这里见到他们。阿手不太理解乐业，但他却劝乐业不要多管闲事，因为时间穿越者不是不能改变历史吗？所以他也不该干涉自己的行动。没想到乐业却说他一定会抓住阿手的。乐业天天来骚扰阿手，并表示自己绝不会放弃。同时香织他们看到了哪这款游戏的 Windows 版，声音听起来格外的清晰，两人只需要一眼就能确认。 Windows 系统出现之后，大部分游戏公司都会往这方向发展。虽然现在不少人都还在假装没看见，但他们不能再掩耳盗铃下去了，不然早晚会被淘汰掉的。阿手那边还不确认能不能成功，但乐业杀回来带上了睡套，准备在那里一直跟阿手耗着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了牙医子的新话，香织表示 Windows 确实好用，颜色丰富， PS 功能还多，数位版也非常的轻松，感觉已经回不到98版了。乐业看着古早的数位版，表示真有年代感。这个时候牙医子好奇乐业平时都画什么画，乐业想起阿手说的不能改变历史的事情，什么都不做，让他感到非常憋屈，可是他又不能直接说。乐业背着大包小包准备去找阿手，结果在秋叶原见到了冬叶。冬叶很感激乐业上次帮忙，好说歹说都要请他吃顿饭，而且他还带了新买的游戏，要是以前他都没勇气进去。不过乐业带他去了一次之后，他就放开了。阿手和乐业一样，非常喜欢可爱的美少女游戏，听说这段时间游戏还很火。乐业高兴的点点头，将来说不定还会出现各种周边呢。冬叶和乐业聊了很久，吃完饭后，乐业决定继续去找阿手，冬叶称呼她为姐姐，并希望之后还能再聚聚。乐业也不敢确保自己什么时候能来，只能表示有缘再见。当晚他就守在阿手门口不肯走，还把遇到冬叶的事情跟他说了。结果深夜他睡得正熟，阿手却走了出来，看到了乐业号称是来自未来的设备。等第二天乐业醒来，发现阿手的窗户打开了，另一边香织他们的 CG 也完成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差的就是阿手的程序了。不对，香织表示还差一样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最大同人展会 CN， 他们需要找人帮忙准备 cosplay 的服装，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同人展。工作室的编辑头疼欲裂，系统都没定好就让他写剧本，哪有这样做游戏的呀？不过他还是照做了，之后会不会改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他其实也很欣赏阿手的态度，大家
也都理解他对98版的爱，毕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。社长觉得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但香织说阿守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个时候，牙医子接到了乐业的电话，说阿守好像失踪了。乐业慌乱不已，自己睡了一觉，这家伙就趁机溜走了。他正在想方设法的找人，整个工作室的气氛一片低迷。此时，阿守正在98版的电脑面前，想起自己从小到大接触电脑的时候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从这里要了一堆纸盒，说是要和过去做告别。乐业正好和他擦肩而过。1996年4月 ，CM 展终于开始，工作室一行人 cos 的角色致敬了伊娃，乐业也到现场去帮忙了。遗憾的是，阿守并没有来。编剧叹气，难不成他们要聘请新的程序员？毕竟游戏不能再等下去了。结果这个时候，拿着纸盒搓出98电脑外观的阿守杀到了现场，不少宅男都和他发出了共鸣。乐业非常高兴，阿守竟然能来到现场。阿守私下和乐业聊天，问他究竟来自于哪一年。他表示自己相信乐业的话了。听说乐业来自2023年，他原本不会信任，但昨天他看到了乐业的平板，也确认这个电子设备是目前做不出来的。乐业明明懂电脑，却不了解98版，足以证明98版电脑在未来被淘汰了。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种可能，只是装作没有发现罢了。但是那台坏掉的平板让他清醒了，这次是他对98版电脑的道别。乐业问他真的甘心吗？凭什么觉得我不了解98版的电脑，未来就没人知道了？既然你觉得98的未来堪忧，那现在的你就更加努力做出名留青史的游戏，因为你明明那么热爱98版电脑，身边的其他人也都支援他，工作室的大家也愿意帮他。乐业觉得既然热爱，又为什么要放弃呢？阿守吐槽，乐业说这么多就是想让自己回去做小黄油。他说乐业果然是个怪人，对黄油竟然如此热血沸腾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不过他答应乐业的请求了。之后乐业在同人展现场还见到了东叶，他这次也是鼓起勇气来的。听说乐业是工作室的人，东叶觉得非常棒。乐业还把同人展员工的本子送给了他，原本这个本子都已经卖光了。两人聊得开心，路过的阿守看见，还纳闷他竟然有朋友。之后会场的时间结束，乐业跟工作室几位朋友一起合照，这次的漫展也顺利落幕了。阿守重返工作室，以做 Windows 版的同时继续做98版为条件，重新回到工作室当程序员。众人开始爆肝，终于在截稿前做完了游戏。阿守累得只想倒头就睡，乐业喝着旁边的梅子酒，竟然都喝醉了，还在和阿守聊天。阿守说他把乐业的平板修好了，并表示主机没有坏，还帮他充上了电。乐业掏出平板让他看了自己画的 OC， 阿守十分惊讶，天哪，乐业竟然能画得这么好！眼看乐业就要把画掏给其他人看，阿守赶紧阻止，毕竟影响到未来的事情不能出现的太多。而此时乐业喝醉扑倒了他，阿守亲眼看见了乐业是如何消失的一幕。乐业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出现在公园草坪，大家都以为他精神上有点问题，但乐业却感觉自己找到了穿越的诀窍，下次他一定要成功当上主画师。现在他已经摸到一点窍门了，知道自己是打开游戏盒穿越的，而且穿越一次游戏盒就会消失一个。于是他回家找到距离1996年最近的盒子打开，结果发现并没有穿越成功。不但如此，柜子里他以前买的游戏都消失了。乐业惊恐的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改变了历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简直罪大恶极。他只能先按耐下想回去的心情，可是继续工作让他非常不快。他现在非常怀念自己的同伴，想着再回去一次也没关系吧。于是在便利店打开了最近的1999年7月的盒子，他凭空消失，被店员看见了，并没有发现角落的绿毛少女的目光。乐业迅速冲向熟悉的地点，结果发现原本的小破店消失了，变成了他现在所在的公司大楼。就在他以为工作室解散的时候，牙医子和香织又出现了。原来秋叶原改建，小破楼被拆迁成了现在的大工作室，内部还配置有街机游戏。两人看到他都非常开心，告诉他工作室最近做的游戏可是卖出了10万部，并且招了几位新的同事，比如销售部的小本和双胞胎少女编剧，其他团队的人也增加了。大家都听说过乐业这个幽灵员工的传说，据说是隔几年会出现一次的神秘美术师，现在他也算是老员工了。乐业在这里见到了阿守，几年过去，阿守的年龄又变大了，还戴上了眼镜。他知道乐业的真实情况，询问他究竟要来几次，而且每次来都不留规律消失。乐业告诉阿守自己找到了时间穿越的办法，说是打开游戏盒就能穿越。结果这个时候社长回来了，并宣布他们的游戏要登入主机平台了，并且还请来了隔壁钻石工作室的老板。听说此人的游戏非常有名，但乐业并没有听说过这家伙。这家伙表示美少女游戏将来一定有前途，只是业内的那些家伙没有注意到，只把美少女游戏当作摇钱树。好在他们钻石工作室有主机移植方面傲人的成绩，希望能够负责香织他们创
做的游戏移植。说完后他就离开了。社长表示自己好不容易拉到人脉，一定要把游戏移植到主机平台。乐业也非常高兴能够做主机游戏，只是后方的阿守看起来神色复杂。之后乐业说了打开游戏后能穿越的事情，还琢磨要不要开一个给他演示一下。阿守从外表看不出来什么，但他劝乐业暂时别打开。乐业告诉他自己每次穿越柜子上的游戏都少了一些，他担心自己无意间改变了历史。阿守问他既然如此想，为何还要回来？乐业表示他想见工作室的大家，并表示自己是想做游戏，可是担心会影响到其他游戏，愿意一直打杂也没关系。但阿守却说既然有梦想就不要放弃啊，不然你真的甘心吗？众人正在商量主机版的游戏该怎么做，因为要移植到主机版，所以要增加新的剧情和人设。双胞胎是全年龄向编剧，所以负责新故事。只是众人发现阿守一直在走神。此时乐业正在门外非要当清洁工，连说话声音都很小，美其名曰不影响时间线。牙医子发现他在打扫卫生，觉得这样可不行，他们美术组眼下正缺人呢。看见大家做游戏，乐业满眼羡慕。而此时阿守正在调查钻石工作室的老板，他问社长父亲非要做主机版吗？他之前没有考虑过移植。而此时社长还在和老板交涉，乐业刚刚打扫完卫生出来，阿守问他就这么看着真的合适吗？乐业表示其他人没有穿越的机会也这么认真，他不好横插一脚，而且眼下只有阿守知道他的秘密，所以他和阿守沟通并没有紧张感。乐业觉得主机游戏也挺不错，他一兴奋垃圾就被甩了出来，里面有钻石工作室老板制作的一款游戏。阿守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人私下开了一家夜店，准备去查一查这个老板的情况。阿守派乐业去盯梢这家店，给了他一部手机，提醒他看着就行了，千万别做多余的事，因为马上就要到2000年了，电脑开始频繁出现千年虫问题，又提及了14年前的悬案与外星人事件。而工作室因为要上主机版，所以要对色的画面进行修改穿衣，被原本的编剧吐槽天下哪有没有黄色的黄油。而此时阿守正在调查他父亲的情况，因为他发现父亲最近经常去钻石工作室老板开的 cosplay 夜店，虽然是有一些挥金如土，但阿守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他又不好直接去问，所以决定自己调查。因为嫌弃搜索网站不好用，于是自己做了一个网站。而香织和牙医子去找老板开会，对方表示这个方案不错，还带着两人去了电视台，见到了据说是动画制作人的大佬。两人觉得主机游戏可真是前途一片光明，说不定将来美少女游戏还能改编成动漫呢。等两人回去后，就听其他同事在聊最近新出的美少女游戏，说是人设非常丰富，口头禅和乐业还有些像呢。而此时乐业还在夜店外蹲守社长，看到路边有个小男孩正在捡硬币，乐业没忍住上前帮忙，就在底下捞出一张夜店的名片，刚准备继续去门口蹲守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形象大变的东叶。据说东叶后来以社团的名义参加了 CM 展，有人邀请他去画原画。现在的东叶正在一家原画公司上班，因为要去宣传新作，才穿上了这一身 cosplay 服。而他的游戏之所以能受欢迎，正是因为乐业，因为乐业当时跟他谈了美少女游戏的未来，所以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，这才鼓起勇气来制作游戏。而且他这样土气的宅女，却因为游戏被捧为公主。东叶说男人真是单纯的生物，还约乐业过一会儿去吃饭，但乐业正好看见社长从车上下来，于是婉拒了东叶的邀请，直奔夜店而去，并且还给阿守打了电话。阿守让乐业赶紧跟上去，乐业没办法，只能混进了店内。结果意外得知这家夜店竟然是阿守父亲社长开的，并且他觉得原画师根本就不懂游戏，还说香织他们得感谢自己，好不容易才争取来了这个主机游戏移植的机会，也不想想他费了多大劲投资游戏，还说画师算个啥，老板才是最厉害的。乐业觉得大事不妙，赶紧把这件事告诉给了阿守。第二天社长就在公司收到了录音，社长试图狡辩，但却被问及投资到了哪里。谁能想到这次主机移植的机会竟然是投资换来的，而且阿守还知道了夜店经营者的事情。经过调查，他发现父亲竟然还和那个老板联合投资了好几家店。香织非常生气，挪用公司经费还不给员工涨工资，结果是在投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可社长有钱已经忘记了初心，他认为员工根本谈不来业务，做不来营销，反而因为他们做的游戏出风头，让他这个公司的社长很没面子。社长表示他要和那个老板投资.com 公司，这玩意儿是90年代突然流行起了互联网概念投机，但随着2000年后互联网泡沫破裂，这种公司纷纷倒闭。就在他大放厥词的时候，营
销部的桥本突然通知众人，之前的钻石工作室老板涉嫌诈骗被逮捕了，同伙还有电视台的人员，预估诈骗金额超过30亿日元。众人说社长肯定是被骗了，社长不愿意接受现实，当场倒下。众人这才得知他竟然投资了10亿日元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价值是4000多万。因为社长的投资失败，工作室一下子背上了10亿日元的负债，他们的人也去钻石工作室讨过债，现场也有不少讨债人和警察，可惜没有人能拿到钱。大家都觉得工作室估计要解散了，之前的游戏大卖让社长走上了一条歧路，其实他们也被骗了，动动脑子就能看出有问题的陷阱，但却一头栽了进去。毕竟谁不想制作主机游戏呢？乐业问三人接下来还要做游戏吗？三人表示当然会做，但应该不会留在这家公司了。大雨过后，乐业再次找到阿守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去，所以就一直住在工作室。阿守说他父亲被打击到住院了。阿守说父亲从来就没有商业头脑，每次都赶不上时代的浪口，明明没玩过几部游戏却要开游戏公司，而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放任父亲的自己也是个笨蛋。乐业问阿守自己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？阿守说他做的已经够多了。阿守说他没有完全相信乐业给的情报，本该在乐业对钻石工作室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反应过来，并阻止这一切发生，可是他没有做到，也没能守护大家的梦想。要说他多喜欢这个工作室也没有，只是从小陪着长大罢了。乐业突然走向阿守，希望自己来做原画师，他们两个做游戏拯救这家公司。阿守连连叹气。乐业说他之前害怕改变历史，所以才放弃了当原画师，但阿守说乐业现在的画技确实跨时代，可是只有原画也做不到呀，那可是10亿日元，靠黄牛赚10亿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乐业告诉阿守他对美少女游戏一无所知，自己可是经历过美少女游戏的黄金时期，他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有机会，希望阿守相信他一次。乐业表示自己要做一个最棒的游戏，阿守一咬牙表示让乐业放心去创造，自己一定会帮忙编程，于是两人约好要努力一把。阿守拉着一堆东西准备带乐业去说服其他员工，乐业紧张的给自己放了首小圆的 OP 鼓励一下。此时众人已经在会议室等待开会了，听说要做能赚10亿日元的游戏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。乐业只好谎称自己是美国游戏公司的原画师，总不能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吧，并表示自己精通原画，想和大家一起创造能赚10亿日元的游戏，然后掏出平板给众人放了自己画的图。来自未来的画技、上色风格以及画风完全碾压了这个时代。牙医子一看到原画就知道这个游戏一定可以，而且软件系统他们也都有，只是听说一张图竟然有200个图层，大家都惊了一下。但这样跨时代的画风一看就能行，如果能做成游戏一定能够大卖，毕竟目前主机游戏中都没有这么精致的画。香知表示不太现实，因为他们目前的电脑无法处理200个图层一张的画。没想到此时阿守突然掏出了 PC9821 处理器，简称超级八核，有这个东西在，处理200个图层不在话下。不但如此，阿守甚至优化了这个系统的作画软件。我去，程序员真的能够拯救世界。乐业研究了一下这个新的画画软件，感觉非常丝滑，一定能用。香知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你的画确实很优秀，但你能保证这次不会消失吗？能保证把这款游戏全部做完吗？乐业认真的表示自己有很多想做的事，不光是美术，还有故事和音乐，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他想做出那种撩动人心弦的游戏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消失。其他人也想看看乐业制作的游戏，众人齐心协力决定做一款能赚10亿日元的好游戏。香知他们去看了社长，顺便要了一笔游戏制作费。牙医子发现有一封寄给社长的信，上面写着 Lock for Rock。这个时候乐业还在给编剧掏乐业原画，老编剧看了一眼，觉得人太多了，剧情可能会变得很繁琐，但双胞胎编剧却觉得这些乐业人设都很不错，一定能制作成一个有趣的大长篇。乐业也相信美少女一定能克服一切问题。老编剧想了想，拜托双胞胎帮他买了能量饮料，决定开始爆肝游戏。而乐业不但要做，还要做到最好，甚至已经开始琢磨上 VTB 的动捕效果了。其他员工都觉得这个有点困难，但阿守已经给乐业搓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因为来自未来，乐业还精通了周边这种设计方法，准备在特点中加入抱枕。要知道这个时候还只是送电话卡，桥本还在担心这么贵的东西有人买吗？但乐业却说可爱的东西肯定会有人买。桥本想了想，决定先试试。这个时候店长突然抱着一袋东西冲了进来，原来他们顺着那封信找到了地址，并打开了储物柜，发现里面有一大袋东西。店
长还没有打开就冲回了工作室，他表示这一定是钻石工作室的老板还他的钱。阿守让社长打开看看，没想到里面全是游戏移植主机版的资料，并且每一个资料上都贴了详细和具体的设定笔记。恐怕这位钻石工作室的老板是真心想移植他们的游戏，不然也不会做这么详细的笔记。看来社长并没有看错人，只是这家伙骗的人太多了，翻车被逮捕了。社长泪流满面，问香芝他们这次做游戏需要多少钱，他会想尽一切手段筹集资金，尽可能的补偿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接受他回来。众人这才露出微笑。阿守也让父亲打起精神。桥本看到这一幕，告诉乐业这真是一个好公司。他原本是因为银行倒闭才来这里，他感觉这里充满了活跃气氛，觉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公司。希望乐业把周边的详细方案发给自己。刚开始磨合的时候非常痛苦，但大家都愿意努力配合，还能抽空偷闲去泳池散心。店长也豁出资金给大家买了慰问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游戏逐渐成型，抱枕的样板也打印了出来。回过神来，比起赚10亿元的游戏，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像制作出前所未有的好玩游戏了。这天晚上，乐业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阿守发现乐业的背包突然着火，他吓得赶紧拿灭火器冲过来，结果背包的蓝色火光消失了。他打开一看，发现里面有一款1985年出产的游戏。想起乐业说打开盒子就会穿越的事情，阿守没忍住，打开了这个盒子看了一眼，下一秒眼前就出现了金光，坏了，程序员跑路了。而此时大楼内使用磁带的白发少年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巨响，转头就看见旁边邻居小一发出哀嚎。阿守从天花板摔到了房间内，眼看身形就要消散了，大意在他手腕上戳了一下，阿守的身形再次凝聚，一问才知道这里竟然是1985年。阿守立刻冲向了门外，以为他是要去找工作室，没想到这家伙直奔电子商城，看到了1985年5月发售的第一款搭载3.5寸软驱的98版电脑，顿时确认自己真的穿越到1985年了。小易和大易一直跟在他身后，阿守还在琢磨要怎么返回自己所在的时间线，意外得知这里就是原本所在的公司的位置，只是没想到父亲接手之前这里就在做游戏了。大易还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帮忙做美少女游戏，阿守表示可以，但是他要使用98版电脑。小易和大易都同意了，所以阿守留在这家公司工作。奇怪的是，这两人好像都知道他的名字。阿守很担心99年的情况，但如果是时间穿越的话，未来的时间应该和停止了一样才对。他操心太多也没有办法，现在找不到回去的方法，就只能先冷静下来待在这里。而且他发现这个工作室很奇怪，说是游戏公司，但只有2个员工，而且老板叫大易，员工也叫小易。阿守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多想，准备对得起自己的工资，好好编程序。他发现大易的工作量要比自己大得多，美术、剧本、音乐都被他一手承包了，就连程序都有所涉及。不过在80年代并不是很罕见，做美术甚至是用保鲜膜在纸板上描图，然后贴到电脑上勾线，并且还会用 MML 制作音乐，然后通过特殊的绘画软件上色，制作 Q 版动画。这个时候的电脑还只有8个颜色。阿守接手了上色，教会了大易抖色技巧，小易全程在后方拍照录像。大易说阿守懂得还挺多。阿守说程序是游戏开发的核心，以前很多程序员都一手包办了多项任务。阿守觉得这个游戏公司虽然奇怪，但游戏确实在开发中，看起来和其他公司没什么区别，就是速度快的有点离谱。虽然说起来有点离谱，但大易只需要1天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样的游戏，他觉得再怎么说也有些可疑了。小易则会每天穿上奇怪的 cos 服，让阿守给他的服装打分，因为他不清楚，每次都随便打分，但这好像也是工作中的一环。阿守拿到工资后，迅速赶到商店购买98版的电脑和资料。他时不时感慨，不回去也挺好，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阿守发现大易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台电脑，在他看来这些画面都是一样的，但大易却说自己看是完全不同的画面，而且他会把制作好的游戏丢进营养液内，据说只有好的游戏才能反馈出高能量。大易说自己制作的游戏一点能量反馈都没有，被阿守吐槽他不知道游戏好不好玩，但大易的游戏包装设计一看就不行。大易说自己没有想象力，因为他来自没有想象力的世界。每一次他制作游戏的流程都没错，但制作出来的游戏却没有该有的热量。他就是想搞清楚想象力是什么，才这样制作游戏的。阿守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没有想象力，但让他如何解释想象力的存在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觉得没有想象力的人才奇怪。第二天，他试图用甜甜圈来解释想象力，但大易能够分析出想象力是什么，可他只能做到分析，并不能做到感同身受。于是阿守也开始思考
考想象力是什么。几天后，他发现小易出去了一趟，之后整整1周都没有回来。大易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，他说小易不会出事，只是不回来会有些麻烦。阿守咬牙切齿，起身表示要出去找小易。大易看见阿守在箱子里放的打分牌，他还在思考要做出什么样的游戏才能让阿守觉得好玩。此时阿守找到了在路上的小易，一问才知道他带着狗狗在外散步了1周。小易并不明白担心是什么，但是看到阿守离开的背影，突然觉得眼前放光，立刻跟着阿守冲了回去，并且从衣柜中拿出了阿守打高分的衣服，高兴的找阿守再次去打分。没想到这次阿守打的竟然是0分，小易的一只瞳孔突然黑掉，他说自己发现了。阿守觉得他这副模样有些奇怪。此时小易找到了大易，大易制作的游戏竟然反馈出了一丝能量，他似乎意识到了想象力是什么，于是两人完成了融合，并给阿守留了一张纸条，让他前往屋顶一趟。阿守发现这个屋顶变得格外的高，并且能够远远的望到秋叶原的方向。大易说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城市上空的能量，并觉得那座城市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奇怪。大易说人类拥有庞大的想象力，他们能创造出机器人无法想象的东西。那可不是，昨天还看到大橘和年羹尧的 CP 呢。我就说 AI 永远不会超越人类。他们说人类能够靠想象力成为多维度的存在，得以造访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空间，并从中获得庞大的能量。所以他们既是现在，也是未来，也可以是过去。他说想象力可以定义现实。大易表示他们是游戏创作的支持者，并表示他们以后还会和阿守见面的。阿守再次睁眼就发现自己回来了，他第一反应是打工那么久买的东西都没能带回来，干，太真实了吧。1999年的12月，老编剧的故事也编写到了尾声，他按照乐业的说法写了开放式结局。同时工作室有人发现牙医子的狂热粉找到了楼下，牙医子还在担心画风能不能统一。乐业表示线稿画风无所谓，只要颜色统一就可以。手游中也有出现画风不统一的情况，这也算是一种萌点吧。社长直接去编音乐了。香知和桥本开始在各个游戏店开始宣传，随着资料放出来，贴吧论坛开始讨论新作，不少人都很期待这个作品，因为评价不错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总开发时间不计其数，当程序终于启动，名为《最后的华尔兹》的游戏诞生，众人看到角色能够动起来，还能战斗，顿时感慨这绝对是一个好玩的游戏。阿守更是把母盘备份以及额外备份都准备好了，也就是说游戏终于完工了。独上工作室最后努力的游戏终于落幕，众人开始了庆功宴。不过阿守好像没有来参与庆功宴，乐业这次没喝酒，和大家在宴会结束后准备去看贴的广告。到现场看到广告，众人都很开心。牙医子也坦白心意，一开始他觉得做美少女游戏会很羞耻，毕竟女生画色色的 CG 容易遭人白眼，但现在他明白自己的担心多余了，因为他真的很想让所有人来玩这款游戏。这次创作将大家的努力集合到一起，他想把这款游戏展现出去，让全世界所有人来玩这款游戏，领先业内所有人，超越老前辈。众人拍完照去了秋叶原第一块美少女广告牌那里，正好天降大雪，乐业发现自己的身形已经开始模糊了。就在他担忧的时候，东野再次出现，突然叫住乐业，表示自己想从零开始创建公司。他是受乐业的启发想做游戏的，所以问乐业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做游戏。他想追上乐业的步伐，如果能和乐业一起做游戏，他死而无憾。乐业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啊！不过面对东野期待的目光，他还是答应了。不过乐业表示现在不行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，他不好说自己要返回原本的时空，只告诉东野等下次见面咱们继续去吃拉面买游戏，因为他们是被美少女游戏联系在一起的呀。乐业也婉拒了香知他们邀请去下一家店，和东野告别后就返回了公司。而此时阿守在游戏店内找到了疑似是大义他们制作的那款游戏，听店长表示这款游戏是邪典，当初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撼，但是让玩家玩得不知所云。不过事后好像听说工作室被警方抓走了，当然这只是一个传闻，但阿守确认自己肯定是穿越了，而且通过乐业带来的游戏盒回到了过去。他怀疑那些游戏可能被大义他们动了手脚。阿守把这件事告诉给了乐业，其他的游戏盒都被烧掉了，目前只剩下一个漫画同人会的游戏。阿守一直觉得自己擅自使用游戏盒不合适，或许该遇到大义的人应该是乐业才对。这个时候乐业也在路上找到了阿守，他在聚餐的地方给阿守打包了食物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
消失，所以直接告诉阿守，和大家一起做游戏很开心。他真的很喜欢工作室的所有人，而且要是没有阿守的话，他也做不出这么出色的游戏。阿守被说的有些脸红。乐业表示，虽然游戏制作出来了，但要是赚不到10个亿也无济于事。阿守却让他放心，这款游戏绝对会大卖，因为那款游戏就是拥有如此庞大的能量。现在还是一个美少女游戏刚开始的时候，出现一部如此跨时代的作品，不可能卖不出去的，因为大家都很期待这样的作品。别说赚不到10亿了，阿守现在都担心他父亲赚钱太多会失控。阿守说，他希望98版电脑和城市都不要再变，但他也知道时代的洪流是没人能阻止的。不过这一次，他们的工作室应该能幸存下来。阿守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表示这些都多亏了乐业。乐业本来想让阿守看看后方的东西，阿守转过头却发现只有一个便当袋留下了，他一咬牙捡起便当袋立刻冲了回去。此时心满意足做完一个游戏的乐业美美起身，决定以后不再回去了。不过又要当回原本公司的员工，他想想就觉得难受。然而他刚出门，却发现眼前的秋叶原完全没有2次元的气息，而且东京塔也变成了高科技大楼。乐业好不容易看到一座熟悉的大楼，结果却发现那里要被拆迁了。他赶紧冲进去，被拆迁人员训了一顿。而在内部的负责人听到声音回头，他竟然对乐业说好久不见。乐业一看，我靠，这不是阿守吗？阿守怎么变成了大叔呀？乐业两眼一黑，再次醒来就在车上了。听到阿守的声音，他还说自己做了个怪梦，梦见电子游戏厂被拆了，阿守变成大叔了。没想到阿守现在真是帅大叔一个，而且他直接叫出了人工智能，推迟了这2天的会议，还问乐业怎么隔了20年才回来。乐业却说他本来就来自2023年，只是回来后却发现这里的世界变了，竟然没有御宅族和2次元了。阿守却说不对，秋叶原许多年前就已经被规划成高级住宅区了。乐业大惊失色，秋叶原没有美少女2次元御宅族，还叫什么秋叶原？阿守表示美少女还是有的，让乐业回头看了一眼广告牌，广告中出现的 FGO 竟然是欧式动态。什么？这根本就不是他印象中的 FGO， 他手机里的游戏也变了。阿守说，10年前电器街退出舞台，电视塔出现，御宅系的商店竟然搬到了池袋，想找御宅族的话就得去池袋和涉谷，游戏厅、女仆咖啡厅都没有了，桌面上的美少女杂志都是欧美系。乐业赶紧问当年的华尔兹和工作室，阿守表示这款游戏出来之后就爆火，甚至火到超乎所有人想象，不但移植主机，甚至引起了欧美方的注意，很快就获得了电视剧和动漫改编。阿妹丽卡一看这么火，拿来吧你！于是工作室众人被拉到了美国制作游戏，其他游戏厂商一看在美国更容易获得投资赞助，于是纷纷前往阿美利卡。现在乐业看到的都是欧美系的美少女了，还留在日本的大公司也就只有一家了。至于霓虹的美少女已经进入了衰败期，因为现在海外的美少女更胜一筹。乐业吐槽，这根本就不是美少女啊，15年前就有争议，但眼下就是时代的潮流。乐业不承认这是时代的潮流，表示这里分明是别的世界线。结果阿守对世界线一点都不了解，乐业大惊失色，难道石头门这个游戏没有出现吗？乐业不敢相信，他现在就想回去，走之前还问阿守现在的工作是什么。阿守说他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管理美国的美少女作品，听说他已经不再做游戏了。乐业有一些失落，本想问他上次自己打包的食物他拿走了吗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出了门还看到了 AI 无人驾驶汽车。这个时间线的霓虹虽然没有美少女游戏了，但是科技似乎得到了大爆发。在车辆的带领下，乐业逛了一遍秋叶原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只是做了一部游戏，未来就变成了这样。此时阿守还在思考乐业的情况，因为他也体验过时间穿越的经历，只是当初他回到了原本的时间线，按照设定，乐业应该也会回到时间旅行所在的地方。如果按照时间轴来说，乐业应该会回到没有改变过的2023年，但是乐业却来到了他不认识的未来，也就是说，乐业原本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乐业很有可能回不去了。此时，乐业来到了游戏店，看到了他们制作的华尔兹，现在已经是游戏界的神作了。上线后，不止在日本大火，就连在美国都是爆红状态，就连萌系也变成了美国的本土口头禅了。乐业翻开杂志，看到了游戏编年史，里面的游戏从1999年往后，没有一部是他认识的，而最后的华尔兹竟然被称为萌系游戏的开创者，是原点也是巅峰。店长因为店内有出版的华尔兹，非常的自豪，周围的人也感慨，以前的游戏画
画风很不错，不过游戏却让世界融合，还说原本制作游戏的公司已经成了国际化大公司，这个游戏居然成了霓虹的骄傲。乐业没想到他制作一部游戏竟然会变成这样，同时他还看到新闻宣布2大游戏公司合并，东叶也出现在了新闻上，他现在已经是大公司的领头人了。乐业回到原本的游戏公司，却发现这里已经被围起来要拆迁了，乐业泣不成声。好在阿守及时找到了他，乐业特别难过，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他所了解的那些游戏一部都没有发售，就因为他做的那部游戏改变了历史，秋叶原和美少女都不复存在了。阿守没想到乐业竟然会这么想，毕竟乐业当初说过改变历史也没关系，而且他做的游戏拯救了工作室，还让整个秋叶原都发展了起来。乐业说自己能做出那样的好游戏，是因为原本就有很多优秀的游戏，而自己只是参考他们才做出了那款游戏，但因为自己的缘故，原本优秀的游戏都不复存在了。乐业越想越难过，哇哇大哭。没想到阿守却说有样东西要给乐业看，并把乐业带到了一家仓库，里面放着的竟然全部都是98版的电脑。阿守表示他之所以没离开日本，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些东西，还在网上一直呼吁大家不要忘记98版电脑，结果还是阻止不了他的衰退。难不成这也是因为乐业做的游戏导致的？他说乐业只是主观意识上的愧疚，这个时代的大家并不知道他的作为，准确来说如今的世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再看牙医子，现在都已经是传说级别的原画师了，当然也是因为游戏的缘故。乐业能说这是错误的吗？还是说他们工作室当年的努力都是错的？还是你想说原本的世界比现在更好？乐业沉默，他了解原本世界的秋叶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伤风败俗，闹哄哄，乱七八糟。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身汗臭，现场也非常的混乱，但那样才是他了解的秋叶原。可通过刚才的浏览，他也知道很多人喜欢现在的秋叶原，同样他也不想让工作室的努力化为乌有，他想回到原本的世界，却不想让这个世界也消失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阿守却说他有一个想法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乐业或许能回到原本的世界。阿守记得这款游戏也是99年的，所以他们俩要回到当初这个时代，做出一款比99年做的最后的华尔兹更好玩的游戏，然后在华尔兹发售的时候以另外的公司名义发售这款游戏，作为竞争对手竞赛，这样不会改变工作室的成功，也能保留秋叶原原本的文化。也就是说，创造乐业原本熟悉的2023年的游戏，让这2种历史同时存在。阿守不确定一定能够成功，甚至有可能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未来，但或许能保留秋叶原原本的美少女文化。阿守表示他会带着这批98版的电脑帮忙。乐业说阿守外表虽然变成大叔，但内心还是一样的呀，不过这一次他也要努力了。虽然2个人说要爆肝一场游戏，但问题是原画 CG 哪能是一个人能搞定的，阿守也只能帮到程序上的忙。于是他给乐业出主意，你找找 AI 辅助，并告诉乐业眼下不少游戏 CG 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，里面存了很多乐业以前的话。当然阿守并没有直接让 AI 吞掉乐业的话，而是额外创作了一个 AI 系统，专门用来学习乐业的作画。当然这是不对外公开的，能够一键生成很多 AI 图片，甚至还能帮忙重新改颜色画风，还能够修正人体的比例，不只是插画，还能辅助开发游戏的故事和音乐。学会使用 AI， 基本就能独立创作游戏了。阿守表示，眼下大部分公司都在用 AI 独立创作游戏，但是 AI 再发达也有创造不出来的东西，那就是对游戏的热爱和热情。AI 能迅速而廉价地创作出高质量作品，但他们并没有对游戏的热爱和喜好，他们只会忠实地执行命令，结果做出的游戏感觉不到创作者的热情，所以就需要创作者来主导作品， AI 用来辅助创作者。阿守让乐业暂时住在这里，并告诉他这里的大门是指纹锁，想出去随时可以出去，但是不要去碰98版的电脑，这些小家伙可是相当的敏感。乐业这才知道阿守这时候还是单身，而且在独自管理公司。他没忍住对单身狗发出了嘲笑，但究竟是嘲笑还是窃喜，谁说的清呢？几天后，乐业一直没有创作灵感，总觉得想要做出比最后的华尔兹还要优秀的游戏很难，毕竟还要在销售量超过他。阿守却提醒他不要想那么多，毕竟制作游戏主要是他想玩想制作的。乐业挠挠头，准备出去散散心，阿守却抓住了关键点，乐业的自称变了，他似乎在逐渐被这个世界同化。阿守劝乐业最好快点把游戏制作完成，他很有可能会被世界同化，然后忘记原本世界的记忆。乐业来到秋叶原，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来这里的想法，虽然有点奇怪，
但到处都是游戏和漫画，还有可爱的女孩子们。这里像是一个每天都在过节的地方，而不是现在充斥着精英上班族的高新区。此时乐叶却突然接到了东叶的电话，东叶说他在参加 CM 展的时候记住的电话，但是一直都打不通，他以为再也没机会了，没想到这次竟然打通了，还问乐叶能不能久违的见一次面。乐叶想了想答应了下来，但提醒他千万不要惊讶。与此同时，阿守看了被拆掉的房子，听说隔壁的大楼要被拆掉改建成体育馆，改进的速度非常快，但一直没有对外透露消息。阿守叹了口气，虽说让乐叶做出更好的游戏，但就算带着游戏回去，他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发售呀。愿意相信他天方夜谭并取得成功发售的人不多啊。阿守发现乐叶正在路边等人，他跑到咖啡厅买了2杯咖啡，准备给他送过去，结果一转头，乐叶就被一辆黑车迷晕带走了。原来之前的那个大体育场就是东叶的工作室，而他和美国的大公司合并，那群人竟然一直没有派公司老总来见东叶。此时东叶听到对方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是找到了最后的华尔兹的创作者。东叶大惊失色，因为他知道创作这款游戏的人是乐叶，原来刚才打给乐叶的电话是这家伙伪造的。他们入侵了东叶的电话，拿到了乐叶的电话号码，然后乐叶因为创作这款游戏后突然失踪，只有极少数人见过乐叶并和他沟通过。传说中的天才创作者行踪不明，但是这个公司一直想把乐叶搞到手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称霸娱乐和游戏界。他们觉得东叶根本不敢报警，因为两人都是一丘之貉。乐叶醒来后发现自己在神秘房间，身上穿着像是伊娃的驾驶服一样的东西，他的手机背包都不见了。奇怪的是房间的门并没有关上，乐叶离开房间却看到了一个等身手办，他顺着手办一直往房间深处走去，发现里面放着不少水箱，还以为也是大型手办，没想到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真人。乐叶顿时发出惊恐的叫声。另一边，阿守一直打不通乐叶的电话，他猜测乐叶应该是在等人，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绑架，所以立刻开启电脑准备寻找乐叶的踪迹。阿守一路顺着监控查到了秋叶原体育馆内，阿守立刻驾车前往现场，看到了绑走乐叶的那辆车，以及现场一看就不像是施工人员的保安，硬闯不可能。好在阿守查到地下有新干线的通道，而乐叶在水箱房内被机器人给团团围住。阿守换了一身伪装，通过地铁进入员工通道。小时候他就在打电脑游戏，长大后没想到还能走现实版通关。阿守一路找到下方的废弃隧道，这里原本是要连接秋叶原的地铁，不知为何突然宣布终止建设，而是改建成了一座高塔。如果是乐叶所在的原本世界，或许就会建成了吧。阿守用手表绑在老鼠身上，放出音乐引走了工作人员，自己趁机开门进入了设备内部。乐叶眼看就要被机械包围，制止机械的竟然是东叶。乐叶本来想问他最近怎样了，但东叶似乎非常抗拒他靠近。这个时候幕后黑手的公司 CEO 出现，他发现乐叶这个应该快50岁的人竟然还如此年轻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并向乐叶说出了真相。原来被关进这些箱子里的人都是 CI， 是用来辅佐他们娱乐公司开发的养分，简称赛博智能。因为近几年来 AI 逐渐取代人类，一开始还挺好的， AI 只用1天就能完成人类几年才能做完的游戏，所有人都觉得光明的未来即将到来。但很快 AI 就遇到了瓶颈，因为他们创造的东西都一样，完全没有创造力和爆发力。这样一来，游戏又取决金钱投资和时间损耗率了，这不符合他们资本家的观念。于是他们决定让人类重回工作之中，于是把200多个人类连接在了 CI 上。这些人曾经都是创作者，将大脑连接到系统之后， CI 就会模仿学习人类的感性，由此创作出人类前所未见的全新游戏。这些人365天24小时工作，当然工资也是1分不少的发了，只是根本没有机会用罢了。以前是 AI 辅助人类，现在他们要让人类辅助 AI。 乐叶说这也太残忍了，没想到 CEO 却盯上了他的大脑，还让东叶亲自对乐叶动手。此时阿守进入体育馆内部，发现有一些如同僵尸一般的人从房间出来，他走进去一看，那里竟然是调控室，刚才昏倒的人已经被工作人员拖走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听到了乐叶的反抗声。乐叶抗拒进入水箱，还问东叶怎么变了一副模样。东叶咬牙和乐叶告别之后
过了20年，为了保全公司继续发展，他不得已答应了和这家海外公司合并，并也因此将乐业牵连了进来。乐业一直都是他崇拜的目标，哪怕现在也是如此。他说乐业创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游戏，改变了世界。他说自己也想成为乐业那样的人，但是他并没有成功。乐业说东叶已经很厉害了，能够创作属于自己的公司。东叶表示他没有像乐业那样的才能，但是他要顾虑到员工还有粉丝，他只能不断的制造游戏。看到东叶哭成这样，乐业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才能，还害得自己喜爱的美少女和秋叶原消失，现在还让东叶变得这么难过。如今这样的社会和游戏开发的方式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。他很感谢电脑的出现，因为他是靠着电脑才画得这么好。可要是知道社会会变成现在这样，那他宁愿不要电脑的存在。在这样的事情里做游戏根本就不快乐。他说自己一定要改变这样的世界。乐业再次恢复了自己的自称，他要创造一个让所有人幸福的游戏。这个时候 CEO 打断了两人的沟通，表示要自己亲自下场抓乐业。结果他话音未落，阿手已经黑入了系统，并冲进来把乐业给拽走了。东叶见状劝 CEO 放弃抓他们， CEO 不同意，东叶便上前阻止。阿手一直带乐业冲到门外，这家伙刚才黑入系统，把这些机器人全部收容了，还有保安试图阻止他们，结果被机器人的电枪给放倒了。乐业人都麻了，他只是一个无辜的插画师啊！阿手一直带着他冲上了火梯， CEO 发现后试图切断电源，东叶赶到现场试图制止，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接入 CI， 由他来代替乐业工作。但 CEO 却说他根本就没有才能，他杀出去阻断了乐业他们的路线，眼看他们就要被抓了，没想到竟然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 UFO。 不是大哥，你们究竟在讲什么呀？编剧，你在写什么怪东西？从 UFO 中出来的人竟然是小一，他抬手对着 CEO 一行人就是一枪，当场就把他们给放倒了。随后乐业他们被拉进了一个空白的空间，大义也从空间中走了出来。他看到乐业后非常的高兴，还说终于见到乐业了，并拿出了一个游戏盒让乐业帮忙签名。原来两人竟然都是乐业的粉丝，还说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乐业即将制作的游戏，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作品，并且他直接打开了盒子，盒子内并没有出现游戏的问题，而是闪闪发光的星辰，让人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大义表示这是他们在玩这个游戏感受到的情绪，说这就是人类的想象力，对人类而言这份力量就是天生的，只要使用得当就能获得巨大的能量。大义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份游戏，并不理解这个感觉，为了了解这种情绪，他经历漫长旅途，终于抵达到了现在。虽然花费的时间远超预期，但他很高兴能见到乐业，并且由衷期盼乐业游戏完工的那天。乐业问他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，大义什么都没说，带着小易离开了。等乐业再次睁眼，就看到同样昏迷的阿手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了起来。这个时候东叶把乐业的衣服和背包送了过来，空中有一辆直升机赶到现场，来的竟然是香织和牙医子，社长和老编剧他们也来了。他们听到消息后就报了飞机，迅速赶到，是阿手特意联系了他们，说是遇到了困难，拜托大家帮忙做游戏。阿手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，乐业看到这一幕顿时泪流满面，牙医子抱着他一顿安慰，还拉着乐业准备上飞机继续做游戏。这个时候乐业叫住了东叶，邀请他一起去制作游戏。东叶却说他已经失去了资格。乐业摇头，他说东叶一直都有资格做游戏，毕竟他们从一开始就约好了，东叶还要负责眼下的公司，所以他拒绝现在跟着乐业离开，表示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他会立刻去找乐业，因为他直到现在都想和乐业一起制作游戏。而东叶在乐业离开后就报警了，牙医子很惊讶，乐业竟然认识东叶那么厉害的人。之后工作室的大家返回仓库，并且把现场的设备全部布置好。之前一起制作游戏的双胞胎编剧和销售部的桥本也来了，这次轮到他们来帮助乐业了。众人一起联手迅速创作游戏，最后游戏的光盘交在了乐业手上。创作游戏后大家就各自回去了。关于时间旅行的事情他也坦白了，毕竟他的样貌并没有变化，但大家都祝福乐业能够成功。乐业拿到游戏光盘后决定再去做一件事，让阿手陪着他去逛一遍秋叶原。阿手答应了，还给了乐业一张纸条，拜托他交给99年的自己。
剩下的就是祈祷99年的自己能够做好这件事。乐业很担心99年的阿守要在20多年独自一人监视历史。阿守让乐业不用愧疚，因为他也非常喜欢秋叶原，而且这是他们2个人的计划。既然乐业做了他该做的事情，那他也有要做完的事情，剩下的就是相信乐业的游戏了。阿守把乐业送到了便利店那里，乐业犹豫，如果这次回去的话，他是不是会忘记如今和阿守的一切记忆？阿守不敢确定，但他和大义说过，人类是能源的集合体，如果能创造出能源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所以他们也不一定会忘记对方，不如来赌一把，看看还能不能记得对方。乐业郑重地和阿守说告别，进入店内开始最后的努力。他终于把自己的 OC 变成了游戏的主角。等乐业再次睁眼，发现自己回到了熟悉的2023秋叶原，只是一回头，怎么还有一个奇怪的高塔在这里啊？乐业立刻返回原本的工作室，却在那里见到了现实世界中自己的上司。不过对方却说公司没有在做游戏，还是开了一家人气咖啡厅。上次似乎听说过这家工作室，他说对方大获成功后搬到了美国，另一个公司出手阔绰地买下了大楼。乐业失落的同时又感到高兴，这就是他想要的结局。他发现自己还记得阿守，顿时落泪，并决定在这个秋叶原继续开发游戏，只是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。没想到这时他看见了98版电脑出现了欢迎自己回来的声音。乐业立刻冲上大楼，阿守竟然一直在这里等他。乐业高兴的一把抱住阿守，阿守问他愿不愿意继续和自己做游戏。乐业高兴的点点头，好耶，是大圆满，就是年上变年下了，不管是纯爱呀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1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